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P， 新的一期奶袋工厂说开始就开始。本期福利：点赞、收藏、投币、关注 UP 主，并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么一个可换封皮的高达底座。这个封皮呢，实际上就是你把说明书给绞下来以后，然后放到后边就 OK 了，很简单啊。我这边还有一些剩余的封皮，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可以问问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富裕的封皮供大家捡啊。雪崩能天使出场于高达 OO 外传。现在呢，我给大家一个机会，赶紧想刷屏的赶紧刷啊！说这个应该读00，不应该读 OO 啊，赶紧刷啊！实际上呢，读 OO 读00都对，具体为什么呢？我之前有一个科普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款模型的话，实际上我以前是拼过一个啊，拼过一个是 TV 版的，应该算是 TV 版吧。它那上面也没有写是什么 HG 啊，还是 MG 啊，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 TV 的啊，1:100的。那款模型呢是没有这个雪橇装备的，但是上半身的话基本上都是雪崩高达的一个标配。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翻我之前的视频，有一期是这个开我10几年前拼的模型的这个老视频里边啊有，然后那个视频的话是一共有3期，大家找一下，我忘了能天使好像是雪崩能天使好像第2期还是第几期来着，我忘了啊。那么这款 MG 的雪崩能天使模型呢是发售于2018年啊，这款模型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新的吧，所以说当时我做那视频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说啊，你这是10几年前的你这是10几年前的模型吗？这不新出的吗？实际上啊，很早以前就出过一个1:100比例的，大概是得有10年不到啊，反正也是很早的一个模型了。这款模型在拼装的时候啊，有几个比较好玩的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一个是这里，就是说明书这里呢，它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脚部啊里边要安2个 PC 件，它这2个 PC 件吧又是并排安进去的。实际上正常的话啊，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 PC 件直接安进去就得了，它这个硬让你放2个进去啊。我觉得这可能是老模和新模，因为毕竟这个能天使高达是一个老模的 MG 的，这个雪崩呢是2018年新出的，所以可能是这个老模和新模之间，这个零件不舍得换板件导致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啊，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科普一下。另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拼这个投掷武器的这个剑的时候啊，我是不太懂日语，但是这段话我看下来的话，正好我觉得如果用东北话来读下来，就是这玩意儿很危险，如果剪下来了啊，你就要好好收藏。我寻思着你也不能怪我，我怎么着，就有点这种意思啊。当时我看挺好玩的啊。当然这句话原本意思肯定是这个东西比较锋利啊，剪下来以后要好好保存，然后如果断了的话自己负责，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这款模型的总体表现啊，这款模型总体表现的话，分色什么的比较出色啊，而且这款模型是提供了胶贴、刮贴、水贴3种贴纸。但是这款模型呢，可动性什么的是非常糟糕啊，毕竟这是一个重装机体，而且这个各个部位的干涉又很严重啊。一个呢是这个，因为这里使用了这个粒子传送带是一个软胶材质，由于它比较硬呢，所以说导致了它这个手啊是不举的。这个我在摆造型实际上一直是想给它摆成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造型，结果发现它不举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干涉。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转臂的这个前后干涉，这个前后干涉因为有这么一个光束军刀的存在，再加上啊这里有这个头部的角以及这个头后边这个尖角啊，这就是各种干涉了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很难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旋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其实是继承能天使的，就是这个胸部两侧这个小黄色的天线是会与这个头部有很多的干涉。再一个干涉呢就是这个腿部，这腿部由于这2个雪橇板特别的长、特别的大、特别的粗啊，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各种摆动啊都会跟这个后裙甲有干涉，这个后裙甲又是一个不可动的啊。所以说这个干涉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导致了你一般站立的话都要好好的调整这个雪橇的角度，才能够完成一个站立姿态。另外呢，一般情况下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微微的前倾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还有最严重的当然就是这个屈腿，因为这个雪橇板的原因，这个屈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我们只能把就算把这个雪橇板放下来，屈腿可能也就勉强达到一个90度吧，这是比较勉强了啊。腰部呢，因为有这个后方的这2个软胶的这个粒子传送带的存在，所以这个腰部的可动性呢范围也是非常小，而且手感非常的生硬。
脚部呢，虽然可动性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干涉，但是这个脚啊特别的软，包括这个胯呀也特别的软。它在站的时候吧，非常容易这个脚啊就慢慢的变形，这个胯慢慢变形，就变成劈叉了啊。综上所述吧，这些毛病加在一起，这款模型吧，站尸都有可能比较困难啊，基本上活在支架上了。所以呢，这款模型呢也是有提供一个支架，而且这个支架还比较特殊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支架上面还有一些就是像这个雪粒，模仿雪粒一样的这个荧光的颗粒啊，这个可以说是质感比较特殊。但是这个支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连接结构吧，他说按说明书的话是连接在它这个裆部，可是当你插上去以后吧，你又发现这玩意儿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紧实啊！你看，哎呦，再加上这个是一个重装备的一个机体啊，也就导致了实际上它在这个底台上面也并不是站得非常的稳啊，经常容易这个你看就换角度了。所以说，这款模型大家买回来以后一定要做好各方面的心理准备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款模型的装备配备啊。我们这里刚才有一把剑掉了。这个装备配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啊，有一把知音大剑，这把大剑的话是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刀形态和枪形态的一个切换啊，头置用知音长剑、头置用知音短剑以及这个头置用知音盾牌啊，刚才大家看到都是可以搭载在背后的啊。肩部呢也是一共提供了4把啊，头置用知音光束军刀。特效件方面呢，它是提供了一对这个头置用知音光束剑的长光束特效件。以及2个真正投掷用的短光束特效件，还有2个呢是这个雪橇装备的这个光束特效件。具体这个雪橇装备，今天的风好大。具体这个雪橇装备该怎么个玩法呢？我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呢是要把这个肩部的这个喷口打开，然后膝盖部分的喷口也是要露出。然后将身后的雪橇板拉出，雪橇板上面的喷口也打开，然后将脚踏板拿出，像这样放到这个脚上。接下来呢是这个雪橇板上的机械臂，机械臂可以像这样有一个旋转关节，然后呢每个钩爪都可以给它独立打开，一共是3个钩爪。打开这个钩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插孔，这个插孔呢就是用来插这个光束军刀的特效件的。好了，这个就是整个雪橇装备展开完毕以后的雪崩龙天使了啊。这里呢，我是把所有的这个投掷武器呢，全都搭载在这个背后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把这个武器呢搭载在像这个大剑搭载在右臂啊，像这个盾牌搭载在左臂啊，都可以啊。这个我觉得欧系列的这些个，尤其是能天使啊这些个模型，实际上主打的一个卖点就是武器的自由组合度啊。当然了，我觉得像这一类的模型，其实紧实度都会有一丁点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买回来的时候，用心的摆好造型，战狮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好，今天的视频就这么多，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收藏投币，我们下次再见。心の果てに光を求めて祈る言葉届けがあなたに囚われの羽が遥かな空へと浮かぶ信じたいよ私たち孤独じゃない分かり合う絆の中離さない立ち上げて